间的东方血脉，怎么可能战胜神的旨意？华夏从来都是人定胜天，可笑！你以为有灵气的力量就可以打坏我了吗？殉道者之力，灵力耗尽了。江辰，就让你在万神殿前被殉道者之力彻底抹杀！要败了，可是你们都还没回去。这就是拥有5000年历史的华夏，面对亚瑟选手的圣剑，东方的低阶灵气，还是趁早投降吧。他怕什么文明古国，神器之地而已。诸位同胞请注意，若是再败，华夏将永无复兴之日。跪下认输，饶你不死。华夏战死的鬼，没有跪下的人。杀！西方蛮夷欺人太甚。江辰，他拿的破布条是什么？太丢人了！我们华夏真的觉醒不出高阶灵气吗？队长，连黄金阶的汉代还手刀都送，江辰只是故宫的文物修复师，连灵力都没有，上去岂不是送死？今天的江辰似乎变得不一样了。江辰，在这个灵气复苏的时代，西方灵气强国国无限，华夏的灵气承载5000年国运，要召唤气灵可不容易。可是他们掠夺灵气，残杀同胞，嘲笑我们是神器之地。师父，我不能再等了。无天人是以命修士，以血为引，若唤醒气灵，必遭天谴，早衰早夭。你当真愿意？认命！你们华夏不是自诩文物瑰宝数不胜数吗？怎么一个高阶灵气也觉醒不出来啊？没人迎战就当好缩头乌龟，拿一把烧火棍是嫌死的不够快吗？谁说华夏没有高阶灵气？你们敢踩在华夏脸上骂我们的老前辈，坐不住了！华夏故宫修复师江辰应战。文物修复师又怎样？今日我就以普天人的身份唤醒沉睡的气灵。今日晚辈以血为契，请越王出山！有点意思，但这改变不了你是垃圾的事实。破铜烂铁也敢与圣剑叫嚣！
这把破铜剑竟然能挡住圣剑的锋芒！你们所谓的圣剑，只有这点能耐吗？是完美之剑，去死吧！神域展开，圆桌骑士团，荣耀审判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不可能！你居然在吸取圣火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这是教皇亲手加持的圣剑，装神弄鬼！你以为这就是我全部的实力吗？这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绝对的力量！圣剑，给我力量吧！就这点事，接下来该我出手了。这一剑叫3000月甲。华夏上，那是越王勾践剑，制胜灵器，我们的天下第一剑。历经2000多年而不朽的杀气，隐忍后的爆发，这才是艺术品。公爵大人，亚瑟输了，我们要不要？说得好，亚瑟的信仰太淡薄了。现在华夏终于祭出了制胜灵器，这些宝贝才算真正拥有了灵魂。我收藏你这么多年，也该让这群华夏人看看，现在是谁的奴隶。公爵大人，请容我亲自上场，让那小小的修复师见识真正的黑暗魔法。去吧，用我的小宠物杀了他，把那把剑带回来给我。是。下一个。天哪，那是西方黑暗魔法大师克劳德，他手中的是被封印的东方异兽。这一下江辰必败无疑了。卑鄙小人！江辰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是银灵炎龙手！天哪，他们用符咒强行唤醒灵气，这是在虐待我们的国宝！华夏人，你们不是自诩龙的传人了？你的神如今不仅成了我们的宠物，还要亲自送你去地狱，淹没他，深渊海啸！那是魔法侵蚀后的海浪攻击！江辰，快跑！曾随大禹治水，定立华夏山河。你曾在九州大地散播祥瑞，使华夏的图腾与脊梁。
他们给了你屈辱的水，今日我以此血饮你心头之火，炎黄血脉在此为饮，兔王为。蠢货，以为打败亚瑟就赢了，真是太天真了。死得好，让他狂！喂，江晨死了。还有谁？华夏还有谁敢上来送死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升高了？快看，水变成了红色。是月明源，是当年的火。江晨唤醒了他的记忆。克劳德，你觉得烫吗？同受这100年的屈辱与怒火，比这岩浆还要烫10000倍。明明是水属性，怎么可能变成火？他心头恨意已经焚烧了几百年，这火是你们亲手点的。这又是一个华夏制胜灵器，江晨居然短时间内觉醒了2个制胜灵器。小小的修复师，怎么可能放出剑兆唤醒灵气？不可能！见过我的魔法，这畜生！我是你的主人，这是我的龙。是你的？物品你们可以抢走，但血脉里的烙印你们夺不走。现在该由华夏教教你规矩了。王玉，王玉！公爵大人，属下败了。我的龙首竟然真的被夺了回去。我没想到，江晨不仅能用血唤醒华夏高阶灵气，洗掉您对龙首施加的100年禁咒。废物！江晨，很好，原来你是补天人。公爵大人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派死士杀了他。不，克劳德，杀了他太可惜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们用他的血唤醒这些沉睡的高阶华夏器灵，不是更妙？公爵大人英明。暂停比赛，开启结界，活捉江晨。我要亲手放干他的血。原来是手下败将，嫌我把你打得不够惨吗？你涉嫌使用血术禁咒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他输了就掀桌子，这就是西方的绅士风度。少废话，带走！活活的，要是敢反抗，就拔到剩一口气拖走。
江辰，马上你就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卑贱的华夏永远战胜不了神圣的西方。亚瑟，有本事就跟我堂堂正正比拼！结阵，胜才重要。耗死好强的重力！这个战一会儿要恢复不过来了。输了。嘿，华夏人就是硬，让他跪下！想让我跪？做梦！还嘴硬？你没吃饭吗？给我压！我看他的骨头有多硬！哼，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？华夏特勤局林清歌，负责保护灵气召唤人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来的正好。你灵力大损，不要再出手了，让我来。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鬼子，谁敢上前一步，死！怕什么？小娘们一个，给我上！是教皇赐福的荆棘铠甲，东方的蛮力是打不破的。林小姐不用蛮力，左三其实肋下3寸，那是甲胄绣琢出。蝼蚁竟敢轻视教皇的力量！攻击膝盖关节，那是他荆棘的连接缝隙。和姑奶奶斗还不够格！你看得见？我是修复师，最擅长找缺陷。万物皆有裂痕，光影出口也是我下刀的地方。真厉害！一群手下败将，姑奶奶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先走一步。领队江辰，上车！跑起来吧，猎物！跑起来才有趣。开启猎物雷达，封锁全城，给我活捉江辰！谢谢。好小子，真给咱们长脸呢！是我太小瞧你了。先进屋吧。这是华夏特勤局驻扎在此的小分队，他们专门负责保护流落在外的灵气召唤人。谢谢林小姐，及时出手。应该的。这是小 K， 好，负责数据和暗网。林队，你们回来了。这是老吴，他可不是一般的厨子。不管外面怎么样，饭得吃饱。这顿饭恐怕吃不安宁啊！全城都疯了似的在找你们。洛伊斯封锁了机场和码头。江辰，之前我已经把你的计划告诉了林队长。什么计划呀？找回流落海外的华夏文物灵器，带他们回家。
直接找肯定不行。这里的地下就藏着大量的华夏灵气。万神殿，这是死局啊！时间到了，这该是我的使命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江先生能知道灵气的位置？而且，既然你能召唤体灵，为什么前几场眼睁睁看着我们输？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在故宫长大，有幸被师傅收养，传授技能。你是补天人？我确实听说过，故宫文物修复室里有一脉，可传承天眼，使万物破漏。而他们的血可以滋养文物灵气，也可建立连接。没想到竟然是你！在这个时代，有人把文物当成争夺牌位的工具，但在我们眼里，他们不只是古物，更是我们补天人一脉需要以血滋养的老祖。所以，当召唤者想用灵力灌注他们时，你却是在用血脉供养他们。华夏的神器之所以沉睡，是因为他们偷袭，后人忘了历史，把他们认作废铁。而我的职责是恢复他们该有的尊严。所以你等到这个时候出手，是为了保住华夏最后的火种？不是我选择了现在出手，而是历史选择了在这一刻苏醒。特勤局代号青鸾，从此刻起听从您的指挥。听从您的指挥。您的指挥。万神殿地下一定还经过了许多华夏至圣级文物，可他们只能依赖符咒与黑魔法控制华夏气灵，所以才会大费周章的想要抓我。不能认输，不能让所有的华夏灵气都被他们夺去。但我们实力差距也太大。看来是有一场硬仗要打了。这一次，我们的职责是把属于华夏的东西带回去。华夏人藏猫猫的游戏结束，猎巫时刻正式开始。分头行动，林小姐、队长，分散火力。老五、小 K， 你们跟我从后面冲出去。好，飞弓千斤盾。万，给你们尝尝打狗的做法。发现目标，进厨房不洗手，没规矩。你这个铁疙瘩，庖丁解牛！哇，不说你这以前在部队炊事班顺手练的，别愣着，快躲开！入侵神机，黑屏。发现目标，执行抓捕。老吴，重装机械战士的重要连接在后背。好，这帮铁疙瘩，小江、小 K 找掩护。前方的狗东西，心眼都反着长。开背！上膛了！斜腿！屁股！不说，你这不仅仅是炊事班吧？这简直是解剖大师啊！哎呦，岁月不饶人，这老妖，快走！
是自爆猪！你这口猪真的要犯了！呸！还没过年呢，就给你爷爷放摔炮！别慌。好小子，天眼还能这么用！哎呀！队长，他们来了！他们的增援越来越多了。我们离万神殿已经不远了。又是我们的灵气。一人打死，只管放马过来！是麻药，他们想活猪。林小姐，借你的枪瘾。你要干什么？恐怕我们又要生死了。江辰，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枪有这么大威力。这里是这片区域的气源，也是结构最脆弱的点。哪怕是一块砖，只要位置对，也能崩塌一座城。陈哥，你这是拆迁办主任吧？只是找出弱点而已。走吧。江辰，我现在杀了你们，就像碾死蚂蚁一样简单。罗伊斯还不打算收手吗？你禁锢华夏灵气，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。这样肮脏的手段，要是让全世界知道了，只会令你们教会蒙羞。蒙羞？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臣服于我的力量，而你们却总想负隅顽抗。你这么做，教皇知道，恐怕他也没有想到。自己养了一条不听话的狗，聒噪！可笑，江辰，你以为教皇就会放过你们？你要是归顺我，可能我还愿意让你的队友活着离开。罗伊斯，你这么喜欢华夏文化，那有没有听说过骄兵必败这个成语？小 K， 准备好了吗？难道 BGM 要为我响起？我的高光时刻，皮肤撼树，逆传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转过来了？是目标，发射！公爵大人，无人机系统被黑了，地面防线全线崩溃，他们冲到入口了！邪灵在召唤，在哀嚎！路易斯，你这个畜生！他居然能感应到我们囚禁华夏麒麟的具体位置，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江辰，我确实低估你。这该怎么办？我们地下可是……不能让他们进入地下，那里是用来对抗教皇的底牌。如果曝光，你我都完了。克劳德誓死效忠公爵，请公爵吩咐。那就用他们最看重的东西，请他回来。这感觉，罗伊斯像是在提炼灵血。补天人与灵气血脉相连，若是灵气受损，那补天人也将遭受痛苦。你肮脏的秘密就要被我们亲手撕开了！江辰，我是个体面人，我不喜欢这种野蛮的巷战。当众毁灭我们的灵气。你们尽管可以踏入万神殿，可是比赛还没结束，你临阵脱逃，代表华夏毁约。作为惩罚，我只好每10分钟融化一件华夏灵气，每20分钟杀一个对教皇不敬的手下败将。江辰，不用管我们，这是陷阱，华夏麒麟不能断绝。来或不来，决定权在你，我只是在奉行比赛规则。
畜生！这就是西方所谓的贵族，这是强盗，是屠夫。去了是死，不去我们将背负骂名，还要亲眼看着同胞被屠戮。可我们明明就差一点，就能找到地下基地入口了。江晨，只要进了赛场，就是他们的主场，你不能去送死。江晨，要去，我们陪你一起。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华夏江晨，应约来战！欢迎回来，我的弃品。你很有勇气，但也很愚蠢。既然你们想审判华夏，那正好让世人看看谁才是罪人。吾乃神庭审判长，今日以最古老的法律审判这个没有信仰的国度。这是西方阵营的王牌之一所罗门，他手中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《汉谟拉比法典》。你擅自唤醒邪灵，杀伤骑士，罪无可恕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在法典面前，众人皆有罪。想用规则来束缚华夏，华夏的规则从来都是人定胜天。晚辈江晨，心不自卑。一块石头，上面连皱纹都没有。你想用这块破石头挡住我的法典？只要是有刑司接受法律约束，刻上罪名，你就输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汉谟拉比法典的审判锁链挂不住。你的法典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一切皆有定数。但这块碑的主人统一天下数十载，功过是非连他自己都不写一笔，留给后人评说。他连天道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这区区蛮夷的一部死法典也配审判他？功过任凭，万法不侵。好一个万法不侵！既然无法持械定罪，那就执行刑罚，以眼还眼。以牙还牙，嗨！你的法太小家子气，尽是些肉体报复的私刑，也配称神法？大唐的气象是包容，是自信。女皇立碑无字，是因为她的功过天地都装不下，何况你这小小的刑具？既然你不认罪，那就让历史来审判你。审信，文明天平。把你那块破石头放上来，猪的一放，灵魂将被放逐。比重量你也配？愚蠢！文明天平当然是以历史厚度为衡量，那更是处死。这块碑承载着贞观遗风，承载着开元盛世，承载着一位女皇统一万邦的威严。法力干预，原来你们西方所谓的公平不过是句口号。这不可能！是你使用了东方邪术。我的法典是人类第一部，文化底蕴怎么可能比不过一块没有字的破石头？因为你的法典只是一块泥板，而我的碑是人心。你以为那是无字？看好了！你的文字太苍白了，给我！有，我是审判长，我代表神。什么？汉谟拉比法典被无字被硬生生砸碎了？还有谁？教皇陛下，不好意思，这就是你说的艺术。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要不是亚瑟的死讯传到圣域，我还不知道已经接连败了3场，西方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属下也没想到，那个华夏人能唤醒无字碑。
可不是一般人，不用再比了，直接启动神法，与他的灵气一起抹杀。不，陛下，如果现在直接抹杀，全世界都会以为我们输不起，甚至质疑您的权威。罗伊斯，你几次三番忤逆我，是想死吗？属下不敢。偷藏灵气，大义轻敌，只会不当断送了亚瑟的性命，这就是你的终结。公爵大人也是为了教会声誉着想。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江辰的实力，我们只有击败了他，才越能昭告世界您唯一真主的地位。没错，而且属下收集华夏器灵。最后一次，如果再失败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？根据江先生给的坐标，基地中心就在这堵墙后面。里面有大型机械运作的声音。嘘，动作要轻，得惊动上面的卫队。这这些灵气，我们在榨干器灵。什么狗屁的收藏，这根本就是糟蹋文物！冷静点儿，这光好像不一般。它是玉州鼎，华夏9鼎之一。暴力美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终于肯出现了，罗伊斯。江辰这一次亲自陪你玩，总是打打杀杀太无趣了。我想邀请你。哇！江辰，欢迎来到神的球阿别塔。这里没有刀剑，只有困惑与混乱。江辰，活着出来，这局才算赢。请问出口在哪里？听不懂，我提醒过你了，在这里语言不通，空间混乱，你引以为傲的历史、文化和沟通都是无效的。你不是可以看出万物疏漏吗？快告诉我，出口在哪里？人类为了避免灾难，曾建造通天塔。上帝为了保证自己地位，根本没有出口，这是无解的困境。
你的力量在这里毫无用处，你将忘记一切。你们引以为傲的文化真是可笑。上帝不解救众生，反而要切断他们的求生之路。可怜的民众自以为是通向天堂，最后却是陷入深渊。想想你自己吧，神还轮不到你来批判。你们的神因恐惧凡人的团结而切断沟通，制造混乱，这不叫神威，这叫怯懦。而华夏的祖先早已用笔墨丈量了天地，用青绿连接了万里的民心。你的塔是人造的囚笼，我的画是天地的胸怀。哼，江辰，别挣扎。如果你愿意归顺，或许我娶你血的时候会轻一点。千里江山图。罗伊斯，咫尺千里，万物归训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就是华夏天下一统、团结一心的魅力。你们西方擅长制造对立，挑起冲突。老百姓成了统治者的工具，当然不懂了。这就叫山猪吃不了细糠。上帝，这是什么颜色？只此青绿，也是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的。华夏气运，你竟敢毁了我的画，毁了我的收藏，不可饶恕！江辰，勾践剑，挡！放血折寿来召唤气灵了，江辰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。罗伊斯，你自诩了解华夏文化，可你从未了解过华夏子民的血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困兽犹斗。哼，你以为破了画境就赢了吗？在这里，我就是主宰。罗伊斯，别演了！你这么急着杀我，不仅仅是因为输了比赛吧？这什么意思？你的地下基地快保不住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万神殿地下那些被教皇下令摧毁的灵气，都被你以收藏之名而占有。江辰，找死！公爵大人，不好了，地下基地遭到入侵，要失控了！什么？这是上一代补天人心中永远的痛。罗伊斯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李队长，江辰孤身赴险，临走前还告诉了我们基地的地址和路线。我们不能辜负他，更不能辜负华夏。一定要把东西都带回去。不行，这里的安保系统遇到问题，罗伊斯可以一键触发自毁。
而且我们不熟悉地形，就算打过了他们，这么多我们也没法带过去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协助江晨，他的上面对战罗伊斯，得想办法制造混乱。那不就是猛火爆炒吗？我在行。小 K， 还有多久能断电？防线太厚了，再给我10秒。这段出电源，说不宇宙点的锁链齿轮就会失效啊！拦住他们，上重重机甲！呸！这是要拼命啊！老吴，退后！退个屁！小 K 不能停，尝尝你家吴爷爷全家桶的厉害！哎！胡说！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轻敌。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。江晨，不得不说你的队友很勇猛，但也很愚蠢。老吴，别激动，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继续反抗，但是你的队友就会立刻脑袋开花。罗伊斯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放了他！二，帮我做件事，事成之后我就放了你的所有队友，甚至可以让你带着其他文武兵。什么事？很简单，用你的血帮我唤醒他，我需要他的力量。休想！小 K， 想想办法。这个传送带是受罗伊斯符咒控制，就算切断电池也……江晨，这可是我从华夏巫术中专门学来的咒术，再加上黑魔法，无论是机械还是人，都要臣服于我。我呸！洋鬼子就是爱偷，你快放了他们！罗伊斯，你真卑鄙！我是队长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！放心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去吧，我的傀儡，给我演绎出自相残杀的好戏。江晨，江晨，你看清楚，是我们啊！他真的被罗伊斯控制了！队长，数据分析显示，江晨现在的各项数值爆表了。赵武，必须让他停下来！太美妙了，这就叫做自相残杀。江晨，杀了！小佳，快住手！当这。江晨，你忘了吗？修武先修心。江晨，修武先修心，将心不全，何以补天？江城，无比的心补回来。对，不用理会你的武器，江晨，杀了他们！江晨，不要！
样没有杀人，他是在洗。小陈，你失手了，除了江晨，剩下一个不留。江晨，你干什么？手。耍我们！洗碗转！你现世了！公爵大人，救我！江晨，好样的！快继续放血，觉醒定鼎之力！之力，发现天力和根基终于要激活了。罗伊斯，不用管他，江晨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弥补天人的血脉力量，把它化作听命于我的武器。一直压着是他，甚至全世界的规则。行为不同程度的教诲。成全，既然你们都想当神，那就看谁先下地狱。江晨，他怎么能真的下手？他那一剑差点把我们都埋在里面。叛徒！亏我喊他一声陈哥，为了活命给杨古斯当狗，还要杀我们灭口。不对，那一剑不是杀意，是推理。别骂了，那小子没叛变。啊！五叔，你都被他打成这样了，还替他说话？青哥说的对，刚才那一剑看着凶险，实际上是推力。我就知道，我看到他的口型了，他在说去哪儿？去我们该去的地方。江真元是我的至交好友，也是江晨的师傅。他曾说过，破天人一脉，一旦一血四灵，就难逃必死的命运。江晨那孩子是在拿自己的命给我们拖延时间，给华夏争取一线生机。这傻小子为什么要一个人扛？我们回去救他，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？破天人能以血唤醒华夏灵气，灵气也可以形成万灵归宗的大阵，将灵力反哺给召唤者。反哺？除了万神殿地下基地，这附近的博物馆、私人藏馆，一定还有无数被掠夺的华夏灵气。如果我们能唤醒他们，让他们的力量汇聚给江晨。没错，这就是江晨让我们去做的事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不能和你们一起。圣门打开！教皇大人，看吧，华夏的天命现在是我的狗。罗伊斯，你竟敢染指华夏魔气，背叛主的荣光！死老头，我再重新定义规则，该退位了。放肆！老东西，你霸占神权太久了，现在华夏的定鼎之力在我手里，它代表天命所归。邪说！江晨，给我挡住，让他见识什么是不可撼动！挡住了，真的挡住了！教皇在5000年的文明厚度下也不过是蝼蚁。罗伊斯，龙泉面前你才是蝼蚁！九晨，给我砸，把他砸成肉泥！
最终一击你亲自来，更能让世人也对，让我亲自操控定鼎之力，给这老不死的看看，谁才是新神。是，快告诉我，怎样开启东方魔法？公爵大人，请把你的灵力都注入鼎中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定鼎之力受你掌控。他还在被我的符咒控制，不会有假。那就让这股力量成为我登神的阶梯。师傅说，定鼎之力需9鼎共同召唤，若这是强力召唤其中之一，反而会被鼎阵吸走所有灵力。老东西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华夏的咒量，给我死！变大，变大呀！变大了，砸死他！是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什么？你不是受我控制吗？蠢货，他在骗你，闹剧要结束了。江辰，你敢算计我？啊！什么？神罚之雷竟然被吸进去了！哼，今日算你识相，果然还是我忠诚。啊！怎么回事？江辰，快稳住他！稳住！公爵大人，您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你醒了？你都是装的！公司，你们总是喜欢轻敌。狡猾的华夏贱民！教皇大人，我错了，都怪华夏人太狡猾，是他们以定鼎之力诱惑我。伊斯，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不，我的力量都被吸进鼎里了。还得谢谢你演出教皇，我才能借助神罚之雷。去！蠢货！啊！精彩，真是一出精彩的借刀杀人。强行引导神罚之雷道观，想利用我的力量杀掉我和那个蠢货，确实有些小聪明。但现在你的灵力也耗尽了。我只想夺回属于华夏的东西。总有卑贱的凡人想要凭借器灵的力量挑战神的权威，破铜烂铁，生来就该被神抹杀。哼！以神的名义作恶多端，真让人恶心。你恐惧华夏力量的厚重与真实，因为你的统治本就是建立在愚民和欺骗之上。狂妄！华夏贱民，你以为区区一个神罚之雷就会撼死我的神力吗？和你的狗屁器灵一起去死吧！没有了定鼎之力，你不过是个凡人。我说过了，华夏从来都是人定胜天。带着你可笑的华夏梦下狱吧！江辰，林小姐，你总是来得这么及时。我是你的守护者，
死，也是我死在你前面。老吴他们呢？这里就是罗伊斯标注的一处秘密据点。他奶奶的，这里面都是他们偷来的文物灵器。发现入侵者，射击！一个，我是来多。掩护老吴，切记滚开！滚开！都给老子滚开！别挡着我带文物回家！这么多，开门！快，唤醒器灵，救江晨！这是谁家孩子？家人，我要找家人。胡说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中华禅之纹薄胎玉火。你是家里来的人吗？是，我是家里人。哎呀，叔叔，我们这里是不是离家很远很远？老吴他们已经去附近的秘密据点找文物了，只要能找到新的灵器，给你反哺灵力，我就有把握带你杀出去。没有呢，金哥。什么没用？你是补天人，只要有灵气。教皇的力量不是灵力，那是神权。普通的灵气在他面前，只是稍微硬一点的废铁。连我的补天之眼也看不出他的任何错漏。只有集齐定力之力，重铸九州结界，以一国之运对抗神权，才能赢。可他不是已经在你手里了吗？这只是九鼎之一的玉州鼎，我现在灵力枯竭，根本无法驱动它，更别提去召唤国内的其余8鼎，集其定鼎之力。而且恐怕老吴那边的灵气也认不出我这具空壳了。没了器灵加持，我真的很没用。藏得再好，老鼠终究是老鼠。江晨，别气馁，华夏的脊梁就是靠千千万万炎黄子孙用血肉之躯硬生生撑起来的。那如果在国内激活其余8个鼎有用吗？可以。你知道剩余8个点的位置吗？都在华夏特勤局管辖范围内，你等我和总部说一声。带我们回家吧，这里的哥哥姐姐们都想家了。回，咱们都回。叔叔，那是顾恺之爷爷的话。女使真图他年纪大了，要清点放。好，清点，咱们清点。那个是龙文平大哥哥，他身上有伤，是当年被火烧的，一直疼。这帮畜生，到底抢了我们多少宝贝？包围这里！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过！他们援军来了，老吴怎么办？若说作以血为契，几千年血脉传承，我们也是炎黄子孙。江晨，撑住啊！太久了，我们都被关得太久了。醒醒啊！求求你们醒醒啊！
老姜，你说个这个半块有用的。老姜，那土地江城快撑不住了。为什么没反应？我们不是补天人，我们连拼命的资格都没有吗？那是凶土，能有哪些物？你要这吹道，将友们听着，你要把这一退敬天，天界跟我们讲，哪怕是用胚，要把这些灵气推到江城面前。我说，小洋鬼子，是只曾经苦吗？放下东西，投降！投降？华字典里从来没有这字。带断斗后门，这条路我来开。老吴，不行！滚，老子白死！江城还在等。来，老子给我印证。躲躲藏藏，像什么样子？该死，通讯器掉在哪儿了？青哥，教皇就在外面，你不能去。而且九鼎是沉睡1000年的古物，通人唤醒定灵之力的方式，其实我也没听师傅说过。别婆婆妈妈的，我们特勤局既然奉命守护，就会知道唤醒的办法。这是我家祖传的平安符，虽说不是什么1000年古董，但至少也有几百年了。你忍着点儿。你应该也算是半个灵气，能帮助你恢复一些灵力。这应该对你很重要。是啊，等一切结束了，你得想办法陪我。等会儿我去拿通讯器，分散他注意力。你等我给总部发出信号后，找好时机将灵力注入玉州鼎，和国内产生连接。你没问题吗？切，我可是青鸾，他抓不到，看我怎么溜那个老神棍。倒是你的任务有点难度，行不行啊？我们选的从来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。华夏蝼蚁，要不把这里夷为平地！终于怕了。代号青鸾，请求总部支援。代号青鸾，请求总部支援。开启星火计划，开启星火计划，全力配合江辰先生行动。星火计划，那是限制生命的禁术。林青哥，你疯了吧？那是用命去填。江辰，记住我跟你说的。找到你了。在我面前还敢耍花样！宇宙鼎是神法。
义武之血护佑华夏，姐姐不行！江辰，我回不去了，但只要你能回去，华夏就还有希望，一定赢！这个螳臂当车，死吧！同志们，青鸾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是我们的骄傲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现在轮到我们了，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，开启薪火计划，义武之血护佑华夏。徐建国愿以残躯为华夏天心。铮铮，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老兵张定国若有战诏必回，这血老子给的痛快。姜文锦，书生亦有报国之。徐州特勤群方怀志，荆州特勤群万伟江。成了！我最痛恨的就是华夏文明，没有信仰的国度，自以为是。我要把你们的文明彻底碾碎，你们的人，你们的文物灵气都要被我全部抹杀，世界都应该臣服于我的力量。这是大家的力量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还有比神更强大的力量？这不是神力，这是人心的力量，是华夏5000年复兴的脊梁。归位，定鼎天下。不可能！你这是巫术，是异端，我是神。神怒！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燃烧生命唤醒定鼎之力，却没办法使出他1/1000的威能，很无力吧？你闭嘴！江辰，你投降吧！只要你愿意臣服于我，我封你为我贴身的随侍，甚至是公爵。你们华夏没有信仰，你的牺牲毫无价值。但是主不一样，主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，永生、权力。想通了吗？现在归顺真主。师父说过，修武先修仙。投降真主，你真是蠢到家了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蠢！
快看！这是国内特遣队的支援，是星火计划。星火计划，那可是要献祭生命才能启动的技术。那林小姐，林睿，她用命换来了这一刻，她真的做到了。队长，九鼎已经激活了，那我们手里的这些还有用吗？我们是不是来晚了？没用，谁说没有？老吴说过，古天人与灵气血脉相连。江真现在虽然有了九鼎之力，可他以血四灵，身体根本承受不住。九鼎是华夏的骨，撑起了我们的脊梁，而我们手里的这些流失文物灵气，就是华夏的血肉。只有骨肉相连，才是完整的华夏。江真需要我们，这些流浪的孩子也需要回家。带上他们，我去万神殿，去给江晨续命。大家都醒过来了，亮了，他们亮了，气灵被唤醒了。兄弟们，冲！去和江晨并肩作战！你这个疯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居然真的燃烧肉身与我对抗！信仰？你口口声声说信仰，可你信仰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恐惧华夏，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地狱开天，是女娲补天。我们的神是为人而生，为人而死。而你高高在上，视万物为刍狗，你根本不是神。你只是一个窃取信仰、满足私欲的伪神！住口！住口！九鼎之力！剑的东方血脉，怎么可能战胜神的旨意？华夏从来都是人定胜天，可笑！你以为有灵气的力量就可以打坏我了吗？殉道者之力，好近了！江晨，就让你在万神殿前被殉道者之力彻底抹杀！要败了，可是你们都还没回去。殉道者之力，不好！江晨呢？大家都在说要帮那个大哥哥，我也要去。师父说，古天人最终进士就是今日我舍身献阵，华夏灵气归国。江晨，你已经油尽灯枯，受死吧，殉道者之力！结束了，带着你那可笑的文明，化为尘埃吧！原来这就是我必死的结局。孩子，疼吗？奶奶给你。君子死节，虽死犹生，撑住！老子的血还没流干，借给你。这不可能！
群破铜烂铁怎么会有这种力量？破铜烂铁？错了，这是万灵归宗，是薪火相传，是你永远无法理解的血脉羁绊。什么东西？神弄鬼！老神棍，我华夏气运未绝，起得太早了，小子。道者，全军出击！多气势，在我华夏面前也配谈军团？9鼎定乾坤，地脉罗夷，开！大秦瑞士何在？冲！亡灵？不，这不仅仅是亡灵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怪物？这是横扫六合、一统天下的虎狼之师。上！神之庇佑，圣光棍！兵器怎么可能击穿神力？凡人，他们生前是武林，死后是护佑华夏的英灵。我是你人间的使者，赐予我力量吧！滚开！这些低贱的泥巴！我是神，我是不朽的。神？看你是强弩之末！是你逼我的！神力无法消灭你，我就让深渊吞噬你！献祭呀！在这里取巧献祭，出来吧，真理！看清楚了吗？西方所谓的神，他们膜拜的真主。他是魔鬼！我们被骗了，我们骗了几十年。力量，这就是极致的力量。江辰，现在的我是不死不灭的。孽，看你是毒入骨髓。既然你不再伪装，那我也无需留手。看我怎么把你是脏东西剁碎了喂狗！这虫子为什么打不中你？临阵山河，我记。好烫！
垫背，做梦！前辈，你是一臂之力。定点镇压。愿念，世界有恶，我就。这一剑是为了100年来流离失所的国宝，是为了无数惨死在你们强盗行径下的冤魂，是华夏100年的屈辱。我滚！假！救我！我是你们的父！去死吧！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赢了，陈哥，我们赢了，全世界都看到了。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江晨，你怎么了？啊！不天人的宿命，强行开启9点，召唤地下军团，这就是以血祭气、以身补天的代价。不，我不信！老吴死了，林队死了，你不能再死了！你是我们的大英雄！只要华夏文脉不绝，只要有人还记录这段历史，他就能在我们的记忆中永生。各国博物馆和大使馆都已经将文物归还，再算上你们那一批，华夏遗留在海外的文物就都回家了。好的，局长，我知道了。哥哥，这就是回家的路吗？是啊，回家了，我们都回家了。各位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，前方即将进入中国领空。以武之血，护佑华夏。